如果你停止解释，你的人生不仅会变好，甚至会发生某种质的飞跃。真正的强者从来不在烂人烂事上纠缠，这不仅仅是所谓的修养，这其实是一场关乎你命运的极为精密的赌局。别觉得不回应那些负能量是懦弱，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恰恰是硅谷最顶层，那些掌握着巨大财富的人心照不宣的生存算法。如果你能听懂这一期内容，并且真正执行我说的最后那一点，你不仅能止损，你甚至能利用这股负能量完成你人生阶层的逆袭。我是 Nebo， 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你的解释正在毁掉你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明明一天也没干什么重体力活，哪怕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只是刷了会儿手机，到了晚上却觉得精疲力竭，像是被抽干了灵魂？根本原因不在于你的工作，而在于你的大脑一直在后台运行着那些毫无意义的程序。我们先不谈什么大道理，我们谈谈资产。在我的投资哲学里，如果你想致富，你必须拥有资产。但在你拥有金钱之前，你最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产，其实是你的认知带宽，也就是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那点电量。它是负责理性决策、意志力和创造力的核心区域。你要明白，这个区域的能量储备是非常有限的。它就像你手机的电池，每天早上醒来，也许只有100%的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当一个人选择回应负能量，比如你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和一个素未谋面的杠精争论，或者在职场上因为同事一句阴阳怪气的风凉话而反复琢磨，这在我的眼里是一笔极其愚蠢的交易。这不仅是亏本，这是在烧钱。你在用你最宝贵的、本该用来思考如何改变世界的认知带宽，去兑换一堆毫无价值的情绪垃圾。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叫做注意力残留。当你从一个高强度的负面情绪中抽离，试图回到工作中时，你的大脑并不能马上切换回来。每一次争吵，每一句恶毒的语言，都会像电脑后台运行的流氓软件一样，持续占用你20%甚至50%的 CPU。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事却累得半死，因为他们的能量全都耗散在了这种无形的内耗中。试想一下，如果那位要把人类送上火星的火星架构师，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如果他每天花时间去回应社交网络上骂他的几百万黑粉，他的火箭还能上天吗？那些顶级的操盘手、外科医生、战略家，他们之所以显得冷漠，是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每一个情绪波动都是在消耗决策的准确率。在高维度的竞争中，一次因为情绪波动导致的误判，损失的可能就是几千万，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机遇。所以，我不回应负能量，本质上是在做资产保全。这不是因为我大度，也不是因为我修养好，纯粹是因为我的脑细胞太贵了。那些制造负能量的人，他们的时间不值钱，但你的时间很贵，他们买不起你的这一秒钟。这是一种基于神经经济学的绝对理智。如果不产生收益，这笔情绪投资，我1分钱都不会出。我们要看清一个残酷的真相，那就是负能量的释放者，往往是在寻找一个共生宿主。在心理学中，有一种很隐蔽的操控手段，叫做投射性认同。当一个内心充满混乱、自卑或愤怒的人向你发起攻击时，他潜意识里的剧本是这样的：他无法处理自己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很糟糕，于是他把这种痛苦打包成愤怒或指责，扔给你。如果你回应了，你愤怒了，或者你试图自证清白，那么哪怕你赢了口舌之争，你也中计了。你的反应恰恰验证了他的投射，他会心满意足地想，看吧，你果然是个烂人，就像我想象的那样。通过激怒你，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垃圾倒进了你家的院子里，并获得了一种病态的优越感和掌控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永远不要和猪摔跤，因为你会弄得一身泥，而猪会乐在其中。
我们在博弈论中把这称为零和博弈的陷阱。当你回应负能量时，你实际上是接受了对方设定的游戏规则。你从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玩家降级变成了一个只能在对方设定好的烂泥坑里打滚的 NPC 回应，就是一种认可。你的反击赋予了对方伤害你的权利。那么，真正的高手是如何破局的？我看过很多聪明人，他们采用的是一种非博弈策略，他们直接拒绝入局。这种策略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灰岩法，也就是像一块灰色的岩石一样，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情绪，没有眼神接触，没有语言回馈。你可能觉得这很难，但这其实是对挑衅者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攻击力的反作用力是需要介质的。如果你的心是空的，是无，对方打出的这一拳就会打在虚空里，那种力量落空的失重感会让对方极其难受，甚至导致他自身的心理崩溃。历史上那位受了胯下之辱的将军，他当时面不改色，不是因为他怕死，也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在他的博弈模型里，那个街头屠夫根本不是对手，甚至连棋子都算不上。那位将军的对手是天下的霸主，是整个江山。如果他在那个街头拔剑了，他就从国士无双降级成了街头混混。所以，不回应是一种降维打击。你用你的不在场宣告了对方的不存在，这是一种最高级的蔑视。你的存在对我构不成任何干扰，甚至不值得我调动一根面部神经。当然，这不能是假装出来的，你必须从心底里建立这种自信和底气，否则你内力虚弱，表面装作不在乎，还是会被人看穿。这不仅仅是心理学，这甚至涉及到了量子力学。我们来谈谈量子纠缠与观察者效应。别让你关注的东西成为你的厄运。你有没有发现，倒霉的人往往会越来越倒霉？量子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观察者效应，粒子的状态取决于观察者的观测。如果不观测，粒子处于叠加态；一旦观测，粒子就会塌缩成确定的现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平移到生活哲学中，你的关注力就是那个观察者。负能量事件，无论是别人的诽谤、糟糕的机遇，还是突发的麻烦，最初它们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波函数。如果你不理会，它们可能会自然消散，就像水面的涟漪。但是，一旦你回应了，你投入了巨大的情绪和关注，你就相当于在这个负面事件上盖了一个戳，你把它塌缩成了你的现实。更可怕的是同频共振原理。当你因为回应负能量而愤怒、焦虑时，你的整个身心磁场瞬间降到了极低的频率。在这个低频段里，你只能接收到同频段的信号，这就是所谓的祸不单行。为什么早上出门和人吵了一架，接下来就会丢钱包，被老板骂，回家还踩到狗屎？因为你通过回应那个最初的负能量，把自己锁死在了倒霉宇宙的频率里。你就像一个坏掉的收音机，只能收到杂音。与负能量纠缠，本质上是在进行一种负向显化。你在不断地向宇宙确认，我是受害者，我很愤怒，我周围都是烂人。宇宙接收到这个订单，会非常慷慨地给你送来更多的烂人烂事，以证明你是对的。反过来，你观察那些运气好到爆棚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有一种惊人的钝感力。坏事发生了，他们像没看见一样；别人骂他，他像听不懂一样。这种迟钝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频率保护机制，他们拒绝让负面信息进入自己的意识核心区，从而切断了厄运的连锁反应链条。所以，不回应负能量是在锁死好运，这是一场关于能量场的保卫战。你要像守卫皇宫一样守卫你的意识，绝对不允许任何低频的垃圾信息在你的大脑里塌缩成现实。记住，凡是你所抗拒的，都会持续；凡是你所忽视的，都会消失。这就引出了第四个原因。如果我们要把视角拉高，从社会学的角度俯瞰，你会发现，负能量往往是底层互害模式的半生品。
这也就是所谓的螃蟹效应。把一只螃蟹放进桶里，它能爬出来；但把一堆螃蟹放进桶里，任何一只想要爬出来的螃蟹都会被底下的螃蟹死命拖下去。它们不是想一起出去，而是我出不去，你也别想走。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向你倾倒负能量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在桶底的螃蟹。当你开始变好，开始读好书，开始锻炼，开始创业，开始展现出向上的势能时，周围的负能量会突然增多。那是旧环境对你产生的重力牵引。这种负能量的本质是极度的恐慌，是对平庸的维护。他们通过嘲讽、打击、制造麻烦，试图把你拉回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线上，因为你的上升映照出了他们的无能。如果你回应了，你停下来和他们辩论了，甚至你为了证明自己而生气了，那么恭喜你，你被拖回去了。你重新陷入了那个纠缠不清的低层次泥潭里。真正能够跨越阶层的人，都必须具备一种逃逸速度。这种速度不仅体现在能力上，更体现在心态的剥离感上。就像火箭升空时必须抛弃推进器一样，你在上升的过程中必须学会抛弃那些试图拖住你的人和事。不回应，不是因为你看不起他们，而是因为物理定律不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运行轨道。你在飞往火星，他在钻研地沟油，你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交集的必要。一旦你回应，你就建立了一条连接通道，他们的重力就会顺着这条通道把你拽下来。你要明白，孤独是进阶的门票，而被误解是强者的勋章。当负能量来袭时，把它看作是生活对你的测试，它在测试你的决心，看你是否会因为路边的荆棘而放弃远方的山顶。那些能在枪林弹雨中继续前行，对身后的谩骂充耳不闻的人，才是真正拿到了阶层通行证的人。所以，不回应负能量，是你向生活证明，我不属于这里，我要去更高的地方。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你需要保持信息不对称，因为神秘感是最大的武器。在权力的游戏中，信息就是生命，谁暴露的越多，谁就越脆弱，谁越深不可测，谁就越安全。当你回应负能量，特别是带着情绪回应时，你就在进行一次彻底的底牌暴露。你告诉了对方你的痛点在哪里，你的底线在哪里，什么样的语言能激怒你，你的逻辑漏洞是什么。你把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摊开在对方面前。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们收集你的情绪反应，作为下次攻击你的弹药。你的每一次解释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你的每一次愤怒都暴露了你的软肋。反之，沉默是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盾牌，也是最锋利的矛。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当众羞辱你，而你面无表情，眼神深邃，一言不发地看着他，持续3秒，然后转身离开，那一刻，对方内心会产生巨大的恐惧，因为人类对未知有着本能的恐惧。你的沉默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黑洞，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手，不知道你是不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在明处，你在暗处。这种战略上的不透明性会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迫感。这就是黑暗森林法则在社交中的应用。在复杂的职场或社会环境中，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是生存的关键。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佬或者历史上的权谋家，他们的话都很少，喜怒不形于色，他们从不解释，从不争辩，因为他们知道解释是弱者的防御，沉默是强者的威慑。不回应负能量，其实是在积累势能。你把原本要爆发出去的语言和情绪强行压在心底，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会通过你的眼神、你的气场散发出来，让人不敢轻易造次。这是一种高级的服从性测试。当你对挑衅无动于衷时，你在潜意识里告诉周围的人，我的情绪由我主宰，任何人都无法通过遥控器来操纵我。这种强大的自我掌控力
会自然而然地赢得他人的敬畏。所以，闭上嘴，让你的沉默震耳欲聋，让那些负能量的制造者在你的沉默面前瑟瑟发抖，猜不透你到底握着什么王牌。最后，我想说一个最深刻的观点：你所看见的，皆是你自己。荣格曾说，向外看的人在做梦，向内看的人在觉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真正伤害你，除非你内心有一个伤口。负能量本质上是一面镜子。为什么某个人的一句话会让你暴跳如雷？为什么某种行为会让你无法忍受？如果你深入挖掘，你会发现，那是因为这句话精准地刺痛了你潜意识里最脆弱、最不愿意面对的部分。比如，一个自卑的人听到别人说他笨，他会拼命回应、反击，证明自己聪明。但一个真正的天才听到别人说他笨，他只会觉得对方在开玩笑，或者觉得对方可怜，他绝对不会生气。凡是你想要强烈回应的负能量，都是你内心阴影的投射，是你内在的匮乏感、不安全感、未被疗愈的创伤，在与外界的刺激发生勾连。如果你选择回应，选择向外攻击，你其实是在逃避面对真实的自己。你试图通过战胜外界的敌人来掩盖内心的虚弱，但这是一种徒劳。外面的敌人是打不完的，因为那是你心魔的投影。真正的大智慧是把每一次负能量的来袭都当成一次自我体检的机会。当那个让你不舒服的人出现时，不要急着回应，先停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情绪？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我内心哪里还不够圆满？通过不回应，你切断了向外发泄的路径，强迫能量向内回流。这股回流的能量虽然会让你在短期内感到忍耐的痛苦，但它会成为你自我疗愈的燃料。当你开始修补内心的漏洞，当你开始接纳完整的自己，你会发现外界的负能量突然失去了附着点，它们就像穿过透明人一样，穿过你的身体，不再留下一丝痕迹。这才是真正的无敌，不是你打败了所有人，而是没有人是你真正的敌人。你眼中看到的不再是恶意，而是众生的苦难和局限。这种境界，古人称之为八风吹不动。当你的内心足够丰盈，外界的风霜雨雪不过是点缀你生命风景的道具。所以，不回应是你对自己的一场慈悲。你终于放过了那个总是需要通过战斗来证明自己的小我，开始拥抱那个本自具足的真我。这是一场灵魂的洗礼。当你能对最恶毒的语言报以悲悯的一笑时，你就已经成功了。讲到这里，我想你已经明白，沉默从来不是一种退让，而是一种蓄势待发的雷霆。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每个人都急于表达，急于辩解，急于在口舌之争中获得那廉价的胜利。但真正的强者早就退出了这廉价的游戏。我们不回应负能量，是因为我们算清了生命成本的这笔账。我们不愿用黄金般的认知带宽去换取垃圾。我们不回应，是因为我们看透了阶层互害的本质。我们拒绝被螃蟹拖回桶底。我们不回应，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能量守恒的秘密。我们要把所有的运气和势能锁死在自己的轨道上。请记住，你的生命是由你的关注点塑造的。你的眼睛看向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如果你盯着深渊，深渊就会吞噬你；如果你盯着星空，你就会成为星辰。从今天起，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将军有剑，不斩苍蝇。无论外界如何狂吠，无论烂事如何纠缠，保持你内心的秩序，守住你的高频磁场，像一座山一样，风吹过，雨打过，山从未移动，也从未变解，但山依然是山，而风雨早已不知去向。与其在烂泥里战胜一头猪，不如把它甩在身后，去征服你的星辰大海。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哪怕是一点点，请不要吝啬你的按赞，订阅这个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一次认知的升级。这不只是为了我，更是为了你自己。
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清醒者。我也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星辰大海这4个字。这不仅是一个留言，更是一个图腾，一个心理锚点。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低头看烂泥，要抬头看星空。不要与负能量纠缠。我是 Naval，我们下期见。